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我是阿贵。你喜欢旅行吗？你喜欢自己旅行，还是一群人一起旅行？你是怎么规划行程的？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旅行，那学习一些跟旅行有关的中文。OK，旅行的方式，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旅行方式。来看看有几种选择哦，独自旅行自己一个人旅行。那当然，自己一个人旅行很自由，想去哪就去哪，不需要配合别人。但有时候呢，会觉得比较孤单一点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尤其现代人，很多人喜欢孤单一点自己呃慢慢的玩，不无拘无束。再来是跟3、5个朋友一起旅行这种方式也很有趣，人数不多2、3个、3、4个这样子那这样很有趣，可以吃喝多一些人聊天，但是又不会太受到别人的影响太多。那有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行程是比较好协调。比方说，可能2、3个人，有人喜欢1、2个人喜欢吃这个，一两个人喜欢吃那个那先分开吃也不会怎么样吃完之后再集合然后跟家人旅行比较温馨但就要考虑长辈跟小孩的需求长辈可能没有办法玩太久像云霄飞车也不能玩啊。那小孩呢，就可能有时候玩的东西我们就比较幼稚一点尤其是小小孩玩的比较幼稚一点跟旅行团行程安排好，不用自己规划，就简单来说就是不用用脑子不用用脑子，就是不用伤脑筋，不用花脑子去规划现在要去哪里，等一下去哪里，反正就坐上游览车就一路睡到底这也是一个玩法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旅行呢？啊，看不同的情况那有时候国内旅行我喜欢，如果临时想到，哎，好久没出去玩，呃，可能一个人去玩也 OK 找一个青年旅馆。那如果出国，那最好还是1、2个、2、3个，蛮有趣的这样也比较有造诣啊。对，那当然，如果有小孩的话，跟家人旅行那这也是一个考量比方说小孩子考试考完了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啊。好，旅行前的准备有什么呢？出发前你通常会准备什么？来学几个规划行程的动作。当然，如果是出国旅行呢，一定是要订机票在国内旅行，现在有些，比方说台湾有一些外岛，像马祖、金门、绿岛，那这些都很好玩。但你可以坐船你比方说你如果要去绿岛，坐船就比较会晕船，行程大概是1个小时，但是会晕船哦。就跟晕车一样，就是因为那个船这样上上下下飘来飘去，飘了1个小时呢，大概船上面一半人都在吐吐叫呕吐，呕吐，然后也有呕吐袋但是整个船就充满了呕吐的味道，蛮恶心的OK，所以如果不喜欢呕吐的人那都在台湾你要去外岛玩，那就坐个飞机吧虽然比较贵一些但至少咻一下就到了是上去不到几分钟又要准备下降了这个感觉很快了订饭店那订饭店当然这个是讨论最多的有些人比较喜欢舒适的饭店有些人可以承受青年旅馆，那有些人
哦，很厉害，它可以睡在外面露营，像露营一样啊，像我就没有办法啊。那青年旅馆我这几年都有在尝试，就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跟不同人睡这个睡在同一间哈，但是不同的上下铺啊，还可以，还可以啊。那再来安排行程啊，你会每天会怎么安排行程？会安排的满满的吗？就是玩完这个2个小时，又下一个2个小时，又怎么样啊？就是感觉要变得非常丰富啊。我个人是喜欢把它排松一点比方说，那早上我们就去这个地方玩啊，那下午就去这个地方玩啊，晚上去这个地方玩。大概我不会说一个下午排2、3个行程哦，这样有点像旅行社一样太赶了有点像旅行团一样太赶了啊，这有点走马看花那既然出去玩，就有时候比较 relax 一下是不需要跟上班一样每天的meeting 都排得这么满啊。好，再来查天气。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决定要带什么衣服。查天气，查看一下天气尤其是如果说台湾要去比较说去比较北的国家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会不会很冷？比较南的国家，可能还比较好处理，就是反正最多就是当地买1、2件 T 恤啊，就搞定了啊。好，换钱出国如果是出国旅行，就记得换当地的货币但也不要换太多也不要换太多因为这样换回来的时候花不完可能又要再换回来那当然可以用信用卡，也是蛮方便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带一些钱之后用信用卡。嗯，好。旅行前你会准备很多，还是拿起旅行行李就走这个不同的方式好，旅行的活动我们看一下，有逛景点、吃美食、拍照、买纪念品、放空发呆。那这几种你喜欢哪种？真的有一半时间都在吃美食啦看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那一半时间逛景点、拍照，呃，有时候如果说找个地方放空发呆，然后我喜欢带一本电子书看一下这样觉得也是蛮轻松 relax 的啊。那旅行中的挑战就包括旅行中的挑战，其实旅行不错了，它就是我们训练我们的人生嘛，训练我们解决事情的一个态度。中间有发生什么迷路迷路，现在迷路会啦，但是基本上只要有手机有 Google Map 那记得去中国Google Map 是不能用的Google Map 会把你捣乱要用当地的的电子地图而语言不通了语言不通，东西被偷这个是最糟糕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宝宝太累行程摆得太满太累会走到脚痛。那一般的一天如果都是走行程，大概走2万多步都会有所以基本上脚会痛好，那今天我们学旅行相关的中文，包括旅行的方法、行前准备、旅行的活动，还有旅行可能遇到的挑战。那你呢？你喜欢自己旅行还是跟朋友？你规划行程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订阅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
那我们一个礼拜至少有1到2篇，让大家学中文。那记得学任何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贪心啊。比方说，你听完这篇文章，你觉得有一些单字，有一些字可以学啊，那就可能一个礼拜花个2、3次去学。学完之后呢，再把它当 podcast 一样播着听啊，因为我们在 podcast 上面也有播着听。那多听几次，你慢慢这些字呢，都会我们说好像被激活了activate 那就会感觉好像你就慢慢的记在头脑，可以自然的讲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学到这边，好，谢谢，拜拜。